Hello， 大家好，我是 JK， 就是18天分享多一点。本期视频呢，我们要聊的是这台荣耀 Magic V5。作为荣耀今年的重磅折叠旗舰 ，Magic V5 在首发的时候呢，大家已经被它的各种参数卷过一遍了，什么轻薄啊、鲁班框架呀、防水、防摔、AI 智能体、互联全家桶等等等等。我那时候呢就拍了一期开箱加体验视频，硬件参数和系统卖点都讲的差不多了。从那开始呢，这台手机就成为了我的主力机，一直用到现在。体验了这么久啊，我有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这款产品的体验真不错啊，并且弥补了荣耀手机之前最大的2个短板。而坏消息是它有点太无聊了。什么叫太无聊？就是我用了这么长时间，除了首发视频里的那些卖点和槽点，我想在这段时间的体验中再找出几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和大家深入聊聊都很难。而且这段时间下来，网上对于荣耀这款产品的讨论和口碑变化也不大。那关于这一点是好是坏，就取决于各位的视角了。你像 V5 主打的什么 AI 功能啊，做的不错啊，但是并没有牛逼到改变我使用手机的方法。不过 Magic V5 也确实做到了一点，就是弥补了之前荣耀手机的短板啊，在此之上也没有增加新的短板。荣耀手机之前的短板是啥？一个是互联，另一个就是影像。说实话，我之前对于荣耀的影像一直不抱太大希望差不多就行了，尤其是折叠屏产品。但这台 Magic V5 的表现呢，还挺出乎我意料的，特别是我用的最多的鲜明风格模式，拍人呢够清晰，肤色也不会过度修饰，拍产品也有不错的质感，尤其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长焦和主摄之间的切换也比较自然，动态范围也不错，而且白平衡的发挥也很稳定。除了夜景的成像体验还相对较慢但日常你像拍 Vlog、拍孩子、拍动物，已经完全就够用了。而且呢，荣耀在扇形变焦、全局EV、追焦锁定等功能呢也都做了，用起来整体还是挺顺手的，就是多余的功能有点太多了。就啥是好用的影像？其实不用过多纠结于参数，就是你拍了5张照片，点开相册一看，发现有3张，似乎都能发出去，这个就是好影像。Magic V5 肯定称不上影像旗舰，不过对于折叠机来说，尤其是对于荣耀来说，这次不管是影调还是绝对素质，是真的补上了一个坑。那荣耀之前另一个我非常介意的短板呢，那就是互联了你作为一个安卓机，你都和华为切割了，但给 OPPO、vivo、小米传个文件都不行，这像话吗？显然不像话。而这代 Magic V5 也改了，荣耀现在能做到，不管是荣耀自家生态，还是友商的安卓生态，甚至是华为的鸿蒙生态，你有文件有照片没问题，都能传。我不知道在看视频的各位看到这个提升是什么感觉？我是真的挺感慨的。就是这段时间我在用荣耀的时候，终于不用再和工作小伙伴说出那句不好意思，我是荣耀手机了。有什么问题吗？我们都是互传联盟的。打通了互传联盟和苹果生态后，荣耀一举从互联最差的品牌变成了互联最好的品牌。那到了 Magic OS 的长期体验说实话呢，也有好有坏。先说这段时间用下来的小毛病吧，就 Magic V5 的流畅度没有自家的直板旗舰那么丝滑，尤其呢是在多人物切换、动画细节这些地方比如截图分享、打开小窗模式这些场景，还是能够感受到轻微的掉帧或者延迟。这点我不确定荣耀要花多久才能优化好因为折叠屏不如直板机流畅这个现象，在安卓阵营里并不是个例。目前解决最好的就是 OPPO， 其他的品牌呢几乎都会有类似的情况。那另一个小问题呢，就是荣耀的预启动加载界面很多时候都比较糊。你像我平时用的鸿蒙智行 App， 经常是有很模糊的那种大 logo。连京东这种软件也一样，所以呢，这一点荣耀真的要优化。其他方面，荣耀的系统体验正经很不错在交互设计上有很多让我觉得用着舒服的小功能，比如悠悠收藏，我日常写脚本、看资料，经常用它的一键收藏截图能够同步到这个记忆中心里，这要比我自己去截图备注再加找图的传统流程效率高多了。还有侧边栏，看到文字和图片直接长按拖拽到侧边栏以后，有非常多的功能选项，可以收藏，可以分享到不同 App， 再加上悠悠语音、文档自动整理、自动打车等功能。Magic OS 真的是在让你少操作几步这件事上很用心。所以呢，我一直说荣耀的体验在互联网上是被低估的，或者说讨论是不够多的，这导致很多人在选择荣耀手机的时候会有顾虑就是荣耀的系统用起来到底如何？我在这里负责任的说，荣耀的系统体验绝对是优秀级别 ，bug 少，问题少，且很多功能甚至做到了行业领先。我认为荣耀的系统体验对于购买荣耀手机来说，一定是加分项，而不是扣分项。所以最后我给这台荣耀 Magic V5 的评价是：它不惊艳，但非常可靠；它不冒进，但非常完整。
在行业经历了狂卷厚度重量的时代后，你说 Magic V5 的3维尺寸还能给我多大的惊喜？显然太假。Magic V5 最值得吹的地方，恰恰是它的无聊。铰链、影像、生态系统等等等等，都在一个高水准线上。它确实有点无聊，但在这个卷参数、卷 AI、卷花活的时代，也许无聊恰恰是对一台好设备的最高褒奖。那我希望未来的荣耀啊，可以保持这种基础体验优势的同时，再给我们带来更多想不到的东西。不用是噱头，也不是炫技，而是那种真正能对使用方法，有一点点提升的设计。还有呢，就是外观上，下一代荣耀一定要和华为做到明显切割啊！现在我拿出这款绝对屏啊，我身边的人100%会问我用的是不是华为，甚至是我教练和不关注手机圈的朋友，他们就一直认为我在用华为，你知道吗？还在问我纯血鸿蒙好不好用呢？那这个印象对于现在的荣耀来说，可能已经是负资产了。所以下一代荣耀手机功能性上的改变，在我看来都是次要。外观上，它到底能否拿出一个有辨识度且和华为风格不同的设计，这个是我非常期待的事儿。OK， 那本期视频呢，主要内容这么多，大家伙对荣耀 Magic V5 的体验和感受到底如何呢？可以评论或者弹幕分享一下。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转发。我是一川，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